有请节目主持人赵传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宝贝》。今天我们请到了宋爱研习社的主理人陆琪陆老师，欢迎陆老师。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沙大老师，欢迎沙大老师。大家的老朋友，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，欢迎曲伟老师。涂磊老师，欢迎涂老师。来吧，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我是一名刚步入职场不久的工程师，每天都要跟图纸、现场和工人打交道。旁边这个女孩是我交往了2年多的女朋友，一眼看上去她是个漂亮活泼的女孩子，但实际上她是个急脾气，还喜欢多疑。每次她生气的点我都理解不了，在我看来她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无法体会我的想法。我们分分合合了几次，大大小小的吵架也是无数次，我找不到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他相处。他爸爸也不支持我们在一起，而且我们2人的消费观也不同，好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坤24岁，来自湖南工程师；女嘉宾小文22岁，来自河南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大学同学吗？对，我们是大学校友。你高他几级啊？我高他2级。哦，你毕业他还在读书呢啊。对。现在这个小片的最后自己问了个问题，问我们说不知道该不该再继续。我大概听小片的时候总结了几个东西，我就围绕你小片你自己说的，我们来听听细节好不好？第一好像是说看起来很活泼，但是脾气很急。这个急的背后理解是不是觉得这女生脾气比较大呀？对，感觉她有时候脾气确实。你举例子说给老师们听好不好？上个月她回老家办点事儿，正好，然后那天下午的时候我在工地上那个工作，她给我打个电话，当时我一听电话我就觉着感觉有点不对劲，我就感觉她怎么发火了。是吧？我就稍微试探一点了，我问他说：“亲爱的，怎么生气了？”我不问还好，一问更吓人，彻底爆发开了，直接火大了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我前一天我就已经给他说了，我说我第2天我要去办我的档案，我学校里边需要的档案，我说我要跑1整天。第2天就是天气特别热，天气一热我就有一点心烦。重要的是我来回折腾了好几趟，然后那个公交车还没有空调。当时他一天他1个电话都不给我打，他前一天是知道我要去办档案的。然后晚上5、6点我办完了，我回家我就想着给他打个电话吧，看他在干嘛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问我今天有没有把这个档案办完，上来就问我怎么又生气了，他都不知道。明白了，他只知道你生气了。他忘了你认为很重要的事儿，办档案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我前一天就给他说过了。类似这样的事儿应该很多是吧？对啊。你再举一个我们听听。就比如说以前嘛，有次他坐火车，他坐个夜车，我就陪他嘛，我就陪他视频啊，电话里头陪他。等到他11点多困了的时候，他睡觉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继续去工地上上班嘛。这太厉害了，这男生啊！来。然后第2天早上我5点多，那个工地上出了一点状况，我就急急忙忙，早饭没来得及吃，我就去处理事情去了。然后忙到差不多10点钟了，突然想起他是9点09分到，我就应该联系一下他。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他，结果又火了。他知道我坐的是夜车，本来我一个女生坐夜车就不太安全嘛。他知道我9点09分下火车，他快10点的时候，他问我你下车了吗？我当时我就心里面特别生气。明明知道我几点下火车，快10点的时候，都将近晚了1个小时了，问我有没有下车。我特好奇问一句啊，这个火车缓缓的滑进站的时候，你就没拿起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吗？你没给他主动打一电话吗？他都不主动关心我，我坐的还是夜车，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呀？他作为男朋友，我们现在还是异地，他都不知道主动联系我一下，关心我一下。所以这个年轻的同学们啊，你们听一听男性心理和女性心理。再举一个例子啊，很有意思啊，就说这也是一个最近的事儿。最近我俩见了一次面，都日晒8竿了是吧？9、10点你赶紧起来吧是吧？咱们趁着咱们在一起时间也不多，咱们赶紧就是出去要多玩一会儿碰面是吧？他不肯，然后结果就在床上睡懒觉。然后我就催他几句吧，这不又火了。我是来找他，是来玩的。你们俩为什么异地了？他回他们那边工作了，我还在上学。他回湖南了是吧？对。那你在哪儿读书呢？我在郑州。所以是这么异地，明白了。然后你去湖南找他玩。对。然后呢？
我就是趁着星期天嘛，然后我有一点时间，就想着去看看他。对。然后我坐车坐得那么累，第二天我想多睡一会儿，怎么了？而且又是夏天，天气特别热，我就不想出去嘛。我本来就不白，再晒黑了怎么办？我就想着下午天凉快一点。再和他一块出去，然后他就一直讲大道理，一直在那说我不起床，说我不懂，没有时间观念，就一直在给我讲这些。是，这个我就觉得他特别的无理取闹。怎么是我无理取闹是吧？你平时你不要这样，你包括寒假暑假在家，你不管是上不上课，或者说有没有实习，你都是这样，早上9、10点起，然后11、12点才起来。你说是吧？你才年轻，你才20岁出头，你整得像一个老年人生活似的，是吧？这多不好呀，是吧？你晚上你早起一点是吧？多好。老年人起的都很早，我们这老年人起的都特别早，年轻人才睡懒觉呢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小片里还说你们分过手是吧？对。经常吵架是吧？对。你们吵架最厉害的吵多久？我这样跟您说吧，我们不吵架时间是25天，平时都是1天小吵，2天中吵，3天大吵，4天暴吵，一般都是这种情况。然后第5天就会分手喽？第5天不会分手，第5天就是变冷了。哦，那你们分手过几回？谈了几年？两年是吧？2年多了已经。分了3回、4回、3回。分了3回。后来怎么又好的呢？说到分手，不提还好，一提我就非常生气。第3次分手是他跟我说的，他在分手之前给我承诺的特别好，因为我们2个异地嘛，就平时联系也就是靠电话。他给我承诺什么以后一直在一块儿，什么你这样急脾气我也包容你。但是分手的时候我就想着我也不能一直让他主动，我就主动联系他嘛，我想挽留，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特别冷漠，和之前的反差特别大。他就说，哼，又打电话干嘛？然后我说你在哪呀？我在哪和你有关系吗？别跟我说了，我现在在玩游戏，就把电话给我挂了。我当时觉得特别的寒心，就前后判若两人。后来咋又好了呢？首先，毕竟心里头还有他，然后第3次是我说不是，那会儿确实是对他特别的失望，自己也特别。因为啥事儿啊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多大的事儿啊。就是因为一些生活中琐碎的小事吧，吵着了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他进行正常有效的沟通了。就是我觉得当时想着，2个人之前连正常的沟通都沟通不下去了，那还怎么相处下去呢？沟通不了，那就还是分了吧。那后来怎么又好了呢？正好也是过年那些天，然后他就天天的那个跟我说什么的，再加上我心里我确实还爱着他什么的，他自己也跟我说，哎，以后不这样子。我想了一下，是一个女孩子，她都这样子说，是吧？你一个大男生的，你跟着那个点嘛，然后我又跟他复合了。行，这个吵架是主旋律。分手也是常有的，在一起好像就变成了特别值得珍惜的时光了啊。后面还讲了消费观是吧？我是属于那种自己特别有规划，他呢就是属于有1块钱是1块钱。就举个例子吧，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，他正好出去实习，那个拿工资了嘛，然后他哥跟我说亲爱的，我要存钱。当时我听着，哎，我觉得这开窍了是吧？然后结果等到4月份的时候，我去看他，我就跟他说，亲爱的，这个月存了几十块钱啊？他就不好意思跟我说没有存。然后我说，哎，没事是吧？这刚开始慢慢来。然后他说没有存，我还欠了点花呗。当时我还是跟他说，哎，没事。然后等到5月份的时候，然后我又问他说，媳妇，上个月存了多少钱啊？然后他就更不好意思的说，还是没有存。然后又跟我说又欠了花呗，我的心里我的天哪，这咋回事啊？但是我表面上我还是跟他说没事是吧？人总有接二连三倒霉的时候是吧？然后6月份的时候又去，他干脆不说话，我一看他那样，估计坏了，肯定又欠花呗了。是花呗是吧？对。然后像我自己平时的话，我对我的工资都是有规划的，我都分成3部分。一部分是那个存钱，为了我跟他的以后；第2部分就是用作我俩的一个恋爱基金；最后一部分就是给我自己留的一点小零花钱吧。哎呀，你1个月挣多少钱啊？要为未来的他存一笔，要为今天的他存一笔，还要给自己存一笔。你1个月挣多少啊，兄弟？你这么能存钱啊？我那个刚毕业也没挣多少，也只有5、6千块钱。但是我觉得你这5、6千，你每个月存了多少？我1个月我能够存个4000多吧。你是吃住在工地是吧？对，我吃住在工地，人家吃住在工地，生活用品都是全包的。会省啊！行，这个花呗哈，还怎么样？还了呀，而且我现在还的。哦，你给还的啊？他就帮我还过1次，而且我现在也实习了，我自己有
工资，我自己的花呗就是自己还的，我没让他帮我还。是。但是他每一次都逮着这件事情，就给我讲一大堆大道理。上个月你还瞒着我又花呗买一台那个5000多块钱苹果手机。我这就是自食其力，我用自己的工资，对不对？我用自己的工资，然后供着自己，我不让我爸妈操心。我现在作为学生，我拿着实习的工资，我可以啊，我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强呀。但是他每次就逮着这件事情说，你这符合科学逻辑道理吗？你就不能向我学学吗？你看我。他就给我讲一大堆，所以我就听着特别心烦。那像你这样，咱俩以后我敢把工资卡交给你吗？我工资卡交给你，每个月只进不出了，你说这咋整啊你？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你如果这样对我的话，咱俩还有以后吗？对，我要问一句啊，如果你们俩有以后了，谁管钱？我管。他就是那种只可进不可出的人。那是貔貅啊，不是。嗨，最后一个是说他父亲不同意是吧？对，为啥呀？为啥不同意这小伙子？肯定是远呀，湖南和河南又离那么远，而且他以后肯定是想着让我过去，我爸就不放心嘛。然后我爸又特别担心，怕我以后过不好，怕他对我不好。那咋办啊？他如果是现在这种态度，那我肯定没有以后呀。但是他如果能改进的话，那就再说。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多大道理你见过他父亲吗？见过，16年年初嘛，开学那会儿我还在上学，然后那会儿正好我们刚和好，然后我16年年初可有日子，这是18年，16年。对，那会儿是16年的时候，然后年初，然后他就问我到学校没，他说赶紧的，我说啥事儿呀？然后他说你赶紧过来，10点之前到学校。我一听啊，我早上我8点多下火车，我马上拿个出租车，马上跑学校。我说啥事儿啊？然后他领我到校门口，我一看他爸跟他妈处那嘞，当时我心里我就懵了，这也没提前告诉我。然后事后他跟我说，他爸妈想看看我，看了吗？看了。吃饭了吗？一起？没有在一块儿吃饭。那你爸妈特不满意他吧？我爸妈不反对我在大学谈恋爱，觉得有男朋友也挺正常的，但就是他太远了，我爸妈不放心。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家里头包括他妈妈呀、他哥哥、嫂嫂和他姥姥都不反对我们在一起，就是主要是他爸，而且我俩还是瞒着他爸在一起的。那今天这节目一播，他爸不就全都知道了吗？没事，他爸平时不看电视的。这个功课做得很好啊。那为什么在这个小片里把这个问题说出来呢？我觉得会是我们以后走下去的一个阻碍吧，是一个必须要解决掉的一个问题。想过以后要走下去吗？想过。咋走啊？这边我自己的工作刚升职嘛，我对以后我都升职了。对，刚升职的。厉害啊！然后呢？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以后工作肯定也不会差，再加上我自己又特别努力，等工作过几年之后，我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嘛，然后我就把他接过来，到时候我再跟家里凑点钱啊什么的，先付到首付，然后也写上他名字嘛，然后就是能够也给他一些安全感嘛。明白啊。你们觉得你们俩这个现在这关系适合在一起吗？我觉得我们两个性格是很大问题，处事风格也有很大问题。我觉得不是很适合。所以这么一段关系哈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这就是你们2个人思维模式导致价值观的不同，一种叫感性思维模式，一种叫理性思维模式。女方会觉得，你能够让我开心，你抚慰了我的情绪，你不让我生气，就是你对我好，对吧？男生整天想的是我什么时候把你接过来，我存了多少钱，将来结婚的基金。我们2个人的生活进入了一条预设的轨道，所以你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是，我愿意为对方改变多少，我愿意站在他那种理性思维去想多少，我愿意去抚慰他的情绪多少，我愿意用他的感性思维去想多少。如果你们都不愿意去为对方做改变，那么你们的不合适会越来越增加，爱会越来越少，最终是无法去容忍对方。所以合不合适这件事情是你们最后终极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，我愿意容忍多少，我愿意改变多少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啊。我觉得这男生说了这么多，特像我上大学时候我爸对我那样。我爸每天早上打电话说：“哎，起床了吗你？你怎么还睡觉？你怎么不下楼跑步去？”你知道，就这种心理，然后这种心理就会让我有一种逆反，就你越问让我起床去跑步，我越不想去跑步。就是你是一种说教型的男友。但是作为女朋友的我来说，我不需要懂那么多的道理，我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，我也知道早睡早起、按时吃饭对身体好。可是这个时候我就是想睡懒觉，就是
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引导我，但是不要教导我该怎么做。你是男朋友，你不是爸爸，我没有义务必须要听你的安排，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是有标准答案的。但是现在你给他的一种感受就是，好像所有的事情你都是正确的，你是那个风向标，我必须要向你看齐，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不如你的。这样的话就在感情上产生了一种不对等的心态，我好像感觉我永远低你一头，你永远那么高高在上。所以就那句话嘛，就是你懂得真多，你说的都对，凭什么呀？这就是女孩子的心态。你说了那么多的大道理，说了一套一套理论，可是我真正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你记住我今天去干了什么，能够及时给我打一个电话，及时给我问候，这是他要的，明白了吗？那对女生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你一直在强调说，啊，他没有时刻的关心我，他没有时刻的给我那么多的关怀。可是我想问的是，你有时刻给他关怀和时刻给他关心吗？你知道你坐了一夜的火车，他陪你视频熬夜，然后第二天还有工作，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所以相互理解非常重要，因为你只有用这种相互理解的心态去理解了对方，你就能知道对方为你付出了多少。学会更多的容忍，更多的包容，其实是让自己过得更舒服的一种心态，明白了吗？好，谢谢二位。好，谢谢山岛老师。来，刚才是男生说的是无法沟通是吧？对，这无法沟通的背后是什么？并不是你们彼此的生活习惯的相冲，而是彼此不认同的相冲。你想管住他，你是看不惯他这种方式。女孩也同样，有些小毛病、小脾气是可以发的，但是真是这么没有节制吗？真是要这么吵下去吗？这么吵还有什么在一起的必要吗？明明是不够深爱对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样的纠结的在一起，有什么意义吗？所以说我给你们建议是，最好是能够冷静的想一想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。事实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讲道理的人，但唯独在喜欢的人面前，我们不喜欢讲道理。这句话不只针对于女生，同样也针对于男生。这种所谓的不讲道理，俗称的任性，不简简单单指的是索取，也有付出。总而言之，那是一种不理性的疯狂。但是在情感当中，的确要有这么一点任性。我始终认为，那些把生活规划得特别好的人，是有点冷的。他们天天在算成本，算生活的成本，算情感的成本，以便用最小的成本来换取最大的幸福。但其实算来算去，幸福感早算没了。我也觉得这个男生爱你，但没有那么爱。事实上，在他理性规划的整个过程当中，很少有这样同年龄的男生这么会过日子的。这是他的优点，但优点的背后也有他强大的压力和缺点。的确，你们两人的性格是互补的，但互补的性格未必能够在一起生活的特别好，也有可能因为性格的截然不同，两人过不到一块儿。所以，如果要互补，是有一个基础条件，那就是我的生活方式，我只用来要求我自己，而不用来要求对方。比如说，男生是一个节俭的人，是一个有规划的人，这是他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，但我只用这种生活方式要求我自己，我不用这种方式要求你，我不要求你的工资每个月也划为3份，跟我一样。这是一种生活习性的尊重。你也是一样，你是个月光族，你不能要求别人也像你一样没有止境的花。所以说来说去还是最后一句话，性格互补能够慢慢变老，但前提条件是我们先管好自己，我们不要老想着去管别人。长久以来几十年的生活习惯、审美等等等等，甭管是感性还是理性，在尊重的情况下，我只是把它用来对自己，而不来对别人。比如说，我也是一个节俭的人，我甚至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，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，但我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要求我的妻子，那样的话她就会很累。
那不是他的习惯。而事实上，当我每次回家的时候，我发现地上很干净，当然那是表面上的，橱子里、角落里到处都塞着东西。但在那一刻，我不会生气，我不会认为他是在蒙骗我，我会认为他为了让我高兴，他做出了一些改变。所以我们只管好自己，同时再把他接到湖南去，瞒骗着他的父亲，想把他做成木已成舟。你认为这件事情讲不讲道理？不讲道理。所以你也是个不讲道理的人。你的讲道理完全是顺我就讲道理，不顺我可以不讲道理。你的不讲道理是建立在自私的情况下，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。其实你也想省钱，但因为有这么个会存钱的匣子，你觉得我存钱的义务也就少了一些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生活的本质是让我们快乐、轻松，爱情的本质是让我们在轻松当中有一些小惦记，有一些小冲突，有一些小不愉快，但是它让我们内心更加的愉快，因为我们找到了一生可以依托在一起的一个人。可是我现在发现很多人谈恋爱啊，把这个恋爱谈得特别拧巴，非要逆流而上。我觉得你们俩恋爱就谈得特别逆流而上，天天在一起吵架，为什么要在一起呢？就我的想法，所以我最后琢磨出那点人生的道理，其实特别简单。如果你能让你的生活一直处在顺境里面，就千万不要给自己去制造麻烦，让自己逆流而上。生活是这样，工作是这样，情感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是觉得，一段感情如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是特别的累，是痛苦的，是不快乐的，是制造麻烦的，为什么要在一起？祝你们快乐啊！那会儿我上大3的时候，你上大1，你在学校食堂兼职，然后一来二去啊，咱俩也就在一起了。像咱们现在能够大学毕业之后还在一起的是确实不多见。反正我跟你当初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想好了，以后想跟你一直走下去。我这边我确实是现在加上升职啊，我工作确实特别很忙，对你疏忽了，没有那么关心。但是我请你知道，你还一直都是在我心里面，我一直都挂记着你的。你挂记着的那支口红，我也那个托人从国外给你带回来了。就是我身上你有不满的地方，我会尽力去改，然后同时我也会找到更好的方式来与你沟通和相处。你每一次都这样说，我都不知道这一次到底该不该相信你。好了，时间到了啊，请亮灯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。来吧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两个年轻人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，各位请见证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听取各位老师的意见，多照顾一下我。好好好，来，请亮灯啊！如果你们要在一起，就好好的在一起，不要再那么去争吵，放弃个人的很多东西，多打磨打磨。如果你们想在一起的话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请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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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希望他们能把爱情谈的这个轻松一点，别让自己那么苦。如果把每一段恋爱都谈成了这个苦情的话，人生是不是就缺少点意思了？本来是为了让你幸福的，结果你弄得那么苦。我们祝愿天下有情人都开心快乐。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和我老公呢，2008年结婚，现在呢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，有时候说几句话吧，就动不动就吵起来，然后推我一把推起好远。有时候
就还经常喜欢和朋友出去喝酒啊、打牌之类的，感觉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一样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寻求下一个10年婚姻的经营之道。来吧，掌声请出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郭先生34岁，来自湖南个体；女嘉宾杨女士33岁，来自湖南公司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结婚10年了哈。对。孩子多大了？孩子今年快10岁了。孩子的生日是11月初1。老婆的生日是5月13，对吗？对。也还行嘛，不像你说的嘛，什么都不关注啊，不都记着呢吗？他这是做了一下功课，恶补了一下。哟，他还知道我问什么问题哈。老婆人好吗？好。对你好吗？好。对孩子好吗？对孩子也可以。你还喜欢他吗？喜欢。这也是补的吗？这个他自己说的。算实话吗？你觉得？以前算吧，现在就不知道了。你说他怎么做的让你觉得不够贴心吗？就是年前嘛，他朋友的妈妈过生日，70大寿，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嘛。刚好遇见了几个很久不见的那个朋友，当时他们就说要痛痛快快好好喝一场嘛。我就在旁边，我就跟他说了几句嘛，你还是少喝一点，别喝那么多。他就不乐意了，然后就给我脸色看。我那几个朋友都带了老婆去了是吧？就他在边上说这个说那个的，脸上告诉我。就那天晚上就结果就喝多了不，然后我就在旁边就跟他吵了起来不，他就使劲一推，我力气没他大嘛，就被他摔到了地上嘛。动手了。对对对，以前他不这样的。除了这个，你觉得你怎么样啊？我喝酒其实也喝得少啊。像您1周出去喝几回酒啊？我1周基本上。这么说，1个月喝几回呢？1个月差不多，平均下来就1、2回吧。还有别的吗？就记得是去年嘛，我就去云南旅游，然后呢，我们开始去的时候，他还是每天和我视频聊天呀。后面过了几天，他就没有一点音信了。开始的时候嘛，本来就是他发视频啊、打电话，有时候他就不接嘛，他去玩去了，有时候手机放在包里面也没听到。晚上一般都是到了8、9点、9、10点钟打电话他才接嘛。到了后面那几天，我有时候就帮儿子搞完作业啊，很晚了就睡了啊，就没打电话。他不给你打，你干嘛不打呢？我想着他应该主动一点联系我嘛。到了要回来的那天嘛，我就打电话了，我说我几点下飞机，让他来接我一下。他答应的呢是蛮好的。下了飞机之后，他就一直没有来。为什么不接啊？我那天本来是不准备出去做事的，但是那天有急事，我就出去了，回来就差不多。快到他下飞机的时候了，所以我就说，我就打个电话给他，我说你自己坐个车回嘛。不是忘了，是觉得时间赶不上趟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我朋友嘛，他是从郊区了，都赶过去接他老婆。我当时我就跟我朋友说了，我老公一定会来接我的，结果就没有来接，我就感觉很没面子不？主要是没面子。说明就是我在他心里就没有什么地位，他就是对我不关心、不照顾一样的。还有什么你觉得心里不舒服的？你接着说。就下班1个礼拜有那么几天晚上要11、2点不，就要求他去接一下，有时他就打电话就打他都不通不，也就不担心我的安全，能不能安全到家，也不能没有回家也之类的。然后等我一回家了之后呢，就那么2天嘛，你1个礼拜就上2、3天晚班，到有时候到差不多到12点半1点，我本来就白天去做事就很累嘛，就晚上。有时候就睡着了，但是我一般都是去接了的。没去接几回啊？有2次。这是您上这种晚班大概上了有几回啊？反正1个礼拜2、3天。1个礼拜2、3天，对1个月大概是8天左右，是吧？对。那您上这个班大概上了多久？上了有1、2年了吧。然后他缺了2次岗，这就是不关心你了。这老公做的。你敢自己睡觉？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就是今年我们结婚10年了不？10年。就结婚纪念日这天呢，我还是记得，但是呢，我也就没有提醒他。我希望呢，还是期待他能够给我一点惊喜不？结果就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对我有过什么浪漫呀，就什么特别的礼物都没有过。你说慢点。他从来没对您有过浪漫哈？对，没有过。是从来没有过啊？对。是从结婚第1年到结婚第10年都没有过啊？没有过啊。然后呢？我就想着他能够给我一点惊喜，送点礼物之类的。
就一直白天他没有任何表示，晚上我希望他还是能够想起来不，结果晚上也没有，突然晚上吃了饭嘛，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，也不晓得就是干嘛去了。他记得是那个阳历嘛，我其实是阴历还是记得，就是4月17嘛，但是阳历我就忘记了，不知道是哪一天。但是我那天晚上回来的话，他睡在沙发上就不理我嘛。行，知道了。那9年是怎么过来的？那前9年不是也没浪漫吗？为什么非要第10年要浪漫一下呢？前1年的时候，感觉他还是蛮细心、蛮那个的。明白了。他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，这几年他就对我们的生活，对我就不关心、不上心了。这个逻辑就听明白了。大家听啊，前9年我不在乎你跟我过不过、浪不浪漫，是因为我感觉你对我好。你会接我，你不缺席，我什么你都特关心，而今年特别在乎所谓的形式主义，是因为我感觉你没有以前那么的细心，没有以前那么的在乎我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因为今年是第10年嘛，是人生有难，人生有哪来的哪些10年呢？对，没有那么多。对，所以今天来我们这儿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对吧？在10年的这个婚姻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来一次爱情保卫战，这是一个纪念。这对你吗？对其他人怎么样？我就希望他多管管儿子不？我儿子有一天晚上嘛，8、9点钟了还没到家不？我刚好下班回家，我就问他在去哪里了。儿子那天刚好做完作业嘛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去同学家玩一下。我说你去吧，你早点回来。啊。他回来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儿子嘛。啊。他就问我儿子到哪去了，我说儿子出去玩去了。他就怪我什么就不陪儿子出去啊，让儿子一个人出去了。就因为他每次都不陪儿子出去了，结果那天他就骑自行车的了，然后就磕破了那个脚不？谁磕破脚脖了？儿子啊，他骑自行车嘛，他偷着不晓得什么时候学会的，我就希望他还是能够陪着不，因为小区里面那个车又多嘛。你知道儿子什么时候学会自行车的吗？他自己骑着我那个车学会的，应该是。嗯，人家就知道，你不知道啊？磕破了，很严重吗？磕破了流了血不？听明白了。反正这老公你也不打算要了，对吧？我就是希望他能关心一下儿子嘛，也多关心一下我的感受不？有时候也就顾及一下我的感受。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我觉得你老婆挺絮叨的，你觉得了吗？有一点。啊，你敢说吗？我不怎么说。啊，你不怎么说，就是别藏心里啊。你们家的大事儿、小事儿，基本谁管啊？基本他都是。你是执行的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，你们家谁挣钱挣得多一点？我。你们家这个谁家务干的稍微多一点？家务倒是他干的多一点，我就家务他干的多啊，你只管做饭，对，是吧？你觉得你们2个人谁对家里的贡献大一点？我觉得一半一半吧。你觉得这个2个人对儿子的这个精力谁投入的多一点？那应该是我吧。你们俩谁到外面出去玩的时间多一点？好，这个我是不是出去玩的多一点呢？你先生刚才说的都是事实吗？不是。你们家的大事小情都是谁管啊？谁拍板啊？他那些说的是真的，他说我出去玩，出去玩的时候。他刚才回答那么多问题，基本上都是事实，只有在谁出去玩的多一点这个问题上，他没有说实话。对，是谁出去玩的多一点？他出去玩的多一点，他朋友他是当地的嘛，我是外地的嘛，他朋友多不都在身边不，他就出去吃宵夜啊、喝酒啊，然后唱歌啊之类的。我呢就在家门口嘛，打电话叫我出去坐一下，我就出去了嘛，那就是出去玩。他出去的话就是到这里去旅游啊，那里去玩啊。行，好，听懂了。所以你想怎么样呢？所以我是想他还是回到以前一样，能够对我多加的关心。所以大家看看啊，10年，妻子有很多的埋怨，丈夫心里大概也有。还好吧？还好，多宽容一人啊！行吧，老师们看看吧。小孩10岁，结婚10年，从结婚第1年开始有小孩，前几年的时候你在照顾小孩，你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干。慢慢的，小孩越来越长大了，要去读书了。慢慢的，这个老公好像外面朋友也越来越多，你还是没有朋友，你还是宅在家里面做家务，所以你不再是这个家的中心，你变得开始孤单。然后你变得孤单之后，你开始有埋怨和抱怨。其实你们发生的这个事情，在很多的婚姻和家庭里面都存在。习惯、熟视无睹，在夫妻生活里面几乎是一定发生的。
什么叫习惯？你坐在那边，你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，他从你身边走过，他都没看到你，为什么？因为时间长了，我们之间的亲情可能多过曾经的爱情。再换句话说，为什么你会背习惯？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：10年前的你和10年后的你有什么区别吗？变化不大，没。对，你变化不大。10年前的你是这样的，你10年后的你还是这样的你，他用10年时间，他怎么就不习惯你了呢？他当然就习惯你了。所以啊，想要不被人习惯，你自己就得有变化。想要让老婆少一点埋怨，就不要觉得我拥有这个老婆，要珍惜。2个人永远都是这样的，我们一直都在变，我们一直都在珍惜，这样一段关系才可以一直保持下去，一直好下去。这样我们鸡毛蒜皮小事情才不会让2个人的心态崩溃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来，珊娜老师。你们刚才描述的所有的场景，我内心的一个声音说：哇，这个女人好幸福啊！就一次不接机，在你来说就已经是大事儿了。因为他以前就对，因为他每次都接，因为我就所以一次不接就会造成你觉得这个男人不关心我了。你想想，长达10年的婚姻，当一个人一直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付出，然后呢，稍微有一丁点的不对劲儿，你就会觉得他不爱我了，或者说他对我没有以前那么照顾了。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在这段关系当中看不到自己拥有的。而且我想说，婚姻当中2个人的互动一定是相互的。他给你打电话，不是永远要一直他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能回过去一个电话问问他在干什么呢？而且在你们2个人刚才的对话了解当中，我们分明能感受得到，其实他对家庭的付出更多。所以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好好想一想自己拥有什么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珊娜老师。你们结婚10年，刚才我听到之后，我心里也是一动，因为我跟我老婆也恰恰是10年。你们2个人的故事给我一个提醒，我在10周年一定要做一些不一样。男生其实对家里对老婆付出很多的，只不过呢，不是很愿意去说，或者说不愿意去改变。老婆一直说你不够关注我，你不够关心我，是这样吗？其实不是，只不过是我们从初恋、热恋到结婚到生活，其实关注的形式是在发生变化的。我就在脑海里想一个场景，我在和我老婆谈恋爱、结婚的初期，我都在用眼睛和心一起去关注她。比如说，她一出现，我的眼睛一直是在她身上。甭管我们在一起做什么事，我经常会看看她。现在呢，我更多的是在用心。比如说，老婆下班回来了，我知道她回来了啊，我心里有踏实，但我不会再去关注她的脸了，不再关注她回来之后她做什么了。但是她一直在我心里。如果哪一天本来应该她是6点半一定会到家的，但今天的7点还没有到，我会很着急，我会给她打电话。哦，她可能那个下班路上去买水果、买吃的了，回来晚了，我放心了。但她回来之后，我依然不会关注她。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已经在我身边了，我的关注是在用心。老婆这会儿是能感受到 OK， 但是你发现没有，近1年以来，你老婆已经不再满足于如此方式的关注，而你呢，这会儿就没有关注到她的这一点变化。你应该去改变一种方式去关注她。就比如说，以往的9年，我的结婚周年，我都不会准备礼物，我都不会做什么特殊的事情，但是第10年就需要去做了。明白了吗？老婆有变化了，你要关注到，你要随着这个变化也去变化，在这方面做一些改变，我相信你们会更好的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10年前，你是一个湖南妹朵；10年之后，你已经是一个湖南堂客，絮絮叨叨变得了无生趣。你们是认识大概4个月左右就结的婚。你把它定义为是一个老实人。我们很多人在对于一个人或一件事物的时候，不是先去了解，然后再定义。恰恰相反，很多人都像你一样，先去定义，然后再去了解。当你定义他为一个老实人之后，在之后生活当中的长足了解，你发现他不仅仅只是个老实人，他也许不老实。于是你就开始难受，你就开始不舒服，因为如果
我要通过了解之后发现它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那意味着你要推翻自己长久以来的判断，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。但其实人就是复杂的，他也许是有老实的成分，但是他也同样有男人身上的一些惰性，或者是男人身上的一些毛病，你不可否认。说到他是否对你关注，是否关爱，想要让一个女人长时间之内得到一个男人的关注度，这根本就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。别说你长得再漂亮的女人，总有一天也有看腻的时候。所以如果想要得到对方的关注，有一个最好的方式，那就是让他对你形成依赖。这种依赖小到在生活习惯上对你的依赖，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感觉。在生活当中总有一个人，他了解我心里在想什么。我眨个眼睛，他知道我下一步要干什么；我抬个手，他知道我到底是要水还是要果汁。这其实就是一种依赖，这种依赖是存在于长久的了解，也可以说是像陆琪老师所说的亲情。亲情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习惯，是和谐，是默契，包括心灵上的。如果你让一个男人对你长久的形成了一种习惯，在你这儿有一种慰藉，有一种安全感，那么他就不会出去喝酒，他就习惯了有心里话就向你诉说，他就习惯了有事没事总想找你说点什么，因为他不说的话他不舒服。而如果你要让一个男人长久的形成对于你的依赖，首先你要在心里去琢磨他，你要去付出，否则的话你怎么可能给一个男人以一种依赖的感觉？如果长久以来像你这样的抱怨，说你不关注这个，你不关注那个，其实到头来只会让人越来越厌烦。所以如果想要得到关注，首先是要关注别人。为什么我们见到10年几10年的夫妻，他们未必会像刚刚认识的时候那么目不转睛，那么爱不释手，但是长久生活以来之后，其实你会发现无论怎么吵，无论怎么闹，到头来谁也离不开谁，因为早已经形成了习惯和依赖。你明白吗？你我就不多说了，你确实是一个还算不错的老实人。就这样，祝你们10周年快乐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在这儿我就问您一句话，夫妻两口子过日子真有那么多对错吗？您自己琢磨。不是您自己琢磨，您不用回答我。男生也有一些小坏，对吧？有的时候确实是真累了，有的时候确实是真不想接吧。没事，不想接。就真不想接，你就跟他说，其实你真的就说，我真的今天很累了，我不去接你。我相信真爱你的老婆是理解的。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过吧，毕竟结婚10年了，儿子呢也这么大了，我也不希望在儿子的心里面留下什么不好的吧。我还是希望你也能改一下脾气，毕竟我还是希望你考虑一下吧。我呢还是觉得呢，你以前呢是一个很关心我、体贴我的人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多照顾一下，就是关心一下儿子啊和我，然后多注意一下我的感受，就别老是想着出去玩之类的。希望你能够改一改吧。反正你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，我想真的可能很难走下去，真的说实在的。我不想每次见面跟你说不到几句话就吵架之类。谢谢两位啊，回去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还有委屈吗？没有。好，有委屈就有，从今天开始把委屈扔了，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没有。你是故意的，不准备礼物是吧？
来我们节目过这个10周年纪念的是吧？来吧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10年的浪漫时刻吧。各位，请见证。我以后会改的，希望我们一起好好走下去吧。请亮灯吧。20周年是28年是吧？对。欢迎再来啊！不来了。啊？咋这样呢？我们让你们好了，你们就不来了？希望他肯定就会听老师的意见，会改掉不？嗨，都改。刚才我跟陆秋老师还在私底下，我们还聊天这事儿呢。陆秋老师确实说男人没有进步，后来想想也是。你比如说啊，男生有很多升职啊、加薪啊，我在社会上面的一个地位啊，就是牵扯男生欲望的。咱们说人本性欲望的东西太多了，不仅仅是家里面那点情感的欲望，所以它的因素挺复杂的。2个人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吗？祝你们幸福快乐，谢谢你们啊，请回。10年后我们再见啊，一定见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下载京云 App，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最近男友提分手，他的核心理由是他经济压力很大，而我呢又给不了他太多的支持。我的工资比他高，可是呢他说他不想花我的钱，说我赚钱也不容易。他说不要互相耽误，他想找一个条件好的，以后生活轻松些。我很痛苦，可他说他不痛苦，他想结束，我该怎么办？想要靠女人少奋斗几年的男人，他最爱的永远只有他自己。所以我想你应该现在谢他的不娶之恩，祝你幸福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